她推着购物车冲进超市里面，2名售货员见状赶忙跟了上去，可他们非但没有制止女人，反而还帮她把肉品竖放节省空间。接着又来到高级食材区，无数的鱼子酱被一股脑的扔进车里，然后又冲到水果区，各种换季水果通通拿下。眼看10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，女人赶忙推着购物车回到起点，还将门口的糖果全部装进车里。伴随着老板比出叫停的手势，她兴奋地和孩子们抱在一起。原来这是一次免费清空购物车的机会，她给孩子们挑了最爱吃的食物，也给丈夫拿了最爱喝的瓶装鸡尾酒，但却唯独没有考虑自己。她叫莱恩，是这个家里10个孩子的母亲，也是眼前这个酒鬼的妻子。丈夫原本是个小有名气的歌手，但却因为一场意外彻底告别了舞台。为了家庭的生计，她成为了一名机械厂的工人。可巨大的落差让丈夫无法接受，她只能每天用酒精来麻痹自己，全家仅有的收入也经常被她挥霍一空。为了照顾好家里的10个孩子，作家出身的莱恩经常参加各种广告的设计比赛，有时会拿到一些现金奖励，有时也会赢得一些家用电器。但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这天，房东找到莱恩，由于他的女儿将要结婚，所以他要将房子收回来，只给了他们3周的时间搬家。回到家的丈夫被孩子们围了起来。We're being evicted! 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却对孩子们说 Mom always figures something out. 面对毫无担当的丈夫，莱恩并没有埋怨。下午来了2个陌生人，莱恩还以为房东派人来将他们撵走，一问才知道他在一个广告词大赛中拿了第1名，不仅赢得了5000美元的现金大奖，还有洗衣机、冰箱等家用电器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莱恩热泪盈眶。莱恩以前是报社编辑，就算结婚在家带孩子，他也会时不时写一些作品参加比赛。没想他的作品从6万多人中脱颖而出，凭借自己的才华挽救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。夫妻俩用这笔钱贷款买了一个房子，但因为莱恩没有正式工作，房产证上只能签丈夫的名字。莱恩虽然很失落，却并没有埋怨。这天，孩子们围着莱恩探讨着广告设计，而丈夫却在厨房疯狂的酗酒。情绪失控的他砸坏了莱恩刚刚迎来的冰柜。为了孩子们的安全，莱恩只能让他们躲在外面，然后自己默默地收拾房间。醒酒后的丈夫有些愧疚，他向家人承诺会靠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冰柜塞满食物，可孩子们却没有吭声。直到父亲走后，几个孩子才说 How's Dad gonna fill the freezer when he can't even pay for the milk? 最后还是依靠莱恩赢得超市的大奖，才把冰柜添置得满满当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丈夫依旧没有改掉酗酒的恶习。他从来不会考虑这个家庭每周需要多少牛奶，只记得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醉。无奈之下，莱恩只能硬着头皮跟宋乃元赊账。一番软磨硬泡之后，宋乃元最终同意莱恩的请求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了，可为了孩子们的身体，莱恩却没有一点办法。回到房间的他只能小声地吐槽一句That was pleasant. 没想到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丈夫，他对着莱恩发泄自己的怒火，可莱恩却并不想跟他纠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莱恩重重地摔倒在地，孩子们见状纷纷斥责他们的父亲，可丈夫非但没有认错，反而还在极力的狡辩。莱恩并没有在孩子们的面前指责丈夫，而是心平气和地去了医院。所有人都走后，丈夫坐在楼梯上哭了起来。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妻子，但却从来没有真心的悔改。好在莱恩伤势并不严重，见到他回来，丈夫小心翼翼地端上一杯咖啡，似乎在为白天的事情道歉。莱恩当着孩子的面原谅了他。相比与父亲的无能懦弱，母亲总是积极乐观，哪怕再苦再难，她也始终面带微笑。这天，莱恩收到了一封信，这是几个家庭主妇组织的交流会，想邀请莱恩分享每次都能赢得比赛的心得。对莱恩来说，这既是自己的兴趣，更是提升自己能力最好的机会。莱恩想让丈夫开车带自己前往，可丈夫却说自己很忙，没有时间。莱恩心里明白，丈夫更在乎的是往返的高额费用，她只能放人家鸽子。直到几年过后，女儿考到驾照，她才总算有机会赴约。这是莱恩第一次离开家里，看着路上的美景，他不禁感叹，对莱恩来说，这样的机会极难得又奢侈。自己为家庭忙碌了半辈子，但却没有半天时间是属于自己的。原本是一趟快乐的旅程，可没想到车子开到一半发生了故障。女儿认为这是父亲故意这么做的，她问母亲有没有后悔嫁给父亲这样的男人。 Do you ever wish you'd never married him? No, I don't have any regrets. Come on, Mom. You've been stuck in a house for 20 years, cooking and cleaning and taking care of a bunch of crappy kids. Don't use that word, especially in regards to yourself. But you could be living in a city, writing for a newspaper, having an interesting life. You do have an interesting life. 她从不抱怨自己的婚姻和生活，每一次遇到问题和麻烦，都会想如何更好的解决。而这份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却无时不在感动着身边每一个人。汽车修好之后，两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，朋友们也非常热情地接待莱恩，他们在一起探讨着各种创意心得，莱恩更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技巧。这一天，莱恩过得十分开心，可半天的时间很快过去，母女两人只能乘车返回家中。但让莱恩没想到的是，丈夫竟然把孩子全都锁在了门外。
莱恩好不容易敲开房门，可迎面而来的却是丈夫的指责。他质问妻子为什么去了这么久，莱恩并没有理他，而是手忙脚乱地给孩子们准备晚餐。看到父亲依旧不依不饶，孩子们纷纷冲上来保护母亲。莱恩看准机会，将一整盆的果酱全都泼在了丈夫身上。看着一颗颗果粒滑落下来，莱恩的脑海里蹦出了一句完美的广告词。等到孩子们走后，丈夫终于说出了心里话。原来他担心莱恩一去不回，而他又不想让孩子们看到自己偷偷掉泪。说完这句话，两个人破涕而笑。紧接着，丈夫说给莱恩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这是一个十分精美的办公桌。莱恩很早之前就想拥有这样一个家具，但为了孩子们却不得不以生计为主。莱恩十分感动，可没想到第二天，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让她对丈夫彻底绝望。原来早在3年前，丈夫就把房子做了抵押，并把所有的钱都挥霍一空。如果还不上贷款，房子在1个月后就会被强制收走。莱恩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家，就这样毁在了丈夫手里。这晚，莱恩把消息告诉了孩子们，并给每个孩子都安排好了去处。所有人都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她独自一人来到卧室，丈夫上前安慰她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但这一次，莱恩不再给丈夫丝毫面子。No, you think of something. It's your turn. Your turn to make things right, because I'm out of ideas. 听到这句话，丈夫直接走出了卧室。莱恩最终也没能忍住眼泪，只能默默地扛下这一切。第二天一早，莱恩拿出冰柜里仅剩的1盒麦片，给孩子们做了早餐，随后便安排大家开始打包行李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接起电话的莱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，没错，他中了大奖。莱恩再次创造了奇迹，也再一次挽救了这个家庭。得知这个消息，一家人围在一起欢呼雀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女儿塔芙却躲在一旁掩面流泪，因为她知道父亲永远都不会改变，而幸运之神也不会永远眷顾他们。莱恩察觉到女儿的异常，于是他来到女儿的房间安慰她。He's never gonna change. You're absolutely right. Do you know what that man said to me on the phone just now? He said that I beat 250,000 other entries. And do you know what else? It wasn't even my best one. You have a marvelous mind and a beautiful heart. And you can accomplish anything. Everything is possible. Do you know that? Forgive him, David. Forgive him so that you can embrace this truly remarkable day. 未来的日子的确没有那么糟糕，莱恩凭借出色的能力，在广告界拿奖拿到手软，家里的条件也改善很多。伴随孩子们纷纷长大成人，丈夫也在多年之后的某天离开了人世。直到送走了所有人，莱恩才毫无牵挂地闭上了眼睛。可当孩子们再次回到这个家的时候，仍旧能够感受到母亲就在他们的身边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家就是母亲。在莱恩的身上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，更看到了她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。生活虽然残酷，但所有的坎坷就算再艰难，却也终究会过去。愿每一个女人都被善待，愿每一个妻子都被深爱。